在上海最繁华的静安区，LV 居然盖了一艘船，这艘 The Louis 路易号。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它里面的生活感，从推开门那一刻起，空气、灯光、香气、音乐、甜点，都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真的很晕哦。在上海最繁华的静安区，LV 居然盖了一艘船，巨大的船体就停在南京西路上，像一艘来自未来的精品邮轮。走上2楼 ，Louis Vuitton 没有只开了一间咖啡，他打造了一场关于旅行、航海与生活美学的体验，也像是 Louis Vuitton 对旅行精神的重新诠释。这艘 The Louis 路易号，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它里面的生活感，从推开门那一刻起，空气、灯光、香气、音乐、甜点，都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这里比较不像咖啡厅，更像是一场沉浸式的展演。每一道光影，每一个金属反射，每一处 monogram 的细节，都藏着 Louis Vuitton 对工艺的执着。即使是作者，也像是在欣赏一场设计展览。现在的精品品牌好像已经不是在卖包包了耶，它是在卖一种你想成为谁的想象。推开这个玻璃门，就是他们太古汇做的一个小小的露台，给这个 LV 咖啡。其实这以前是一个 8又2/2的一个米其林餐厅，现在改成这样，感觉起来晚上傍晚还可以这来喝个酒，也是不错的。它连树的造景你看到吗？都改成是这种 LV 的 monogram， 真是太可爱了。觉得自从村上隆改变了他们的这个整个活泼感之后，就觉得 LV 开始跟人更亲近了，更有温度了。在北京太古里也有一家，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船舱上面，待会儿要带大家参观一下这整个船的这个感觉，船身的感觉。我坐的位子后面就有一个巨型的行李箱，行李箱打开着，每一个细节都好像是在告诉我 LV 是如何教你把艺术变成生活的。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让我感受到时间与奢华的交织。我点的这个路易号鲷鱼薄切它是用佛手钱沙巴酱跟花园时蔬点缀，这看起来很不像是卡费的食物，虽然说是一个生鱼片，可是看起来非常非常重的 LV 感，就连它的这个 Club Bonheur 它的三明治都是上菜的时候堆叠出是一个 monogram 的一个形象，还有它的汤上面也有 LV 的 logo， 整个感觉就很像是一个巴黎高级俱乐部的餐饮。我跟我的姐妹们呢，来了2次，第一天点了下午茶 high tea，第二天呢，就直接把它重点放大，把我们喜欢的 high tea 的甜点全部重新再点一遍，包含他们这个芒果奶酪，还有它的 LV logo 的巧克力塔，还有柠檬巴拉，哇，整一个感觉都非常非常的清爽，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视觉震撼。
吃完下午茶之后啊，我们因为楼上有消费，就可以直接被带进去 LV Museum， 所以就不需要排队咯。其实这也是一个小小的 pebble， 如果要去逛 LV Museum 的话，与其排个长长的队，可以去楼上先做一个简单的消费，然后 relax 一下，沉淀一下心情，然后再下来逛逛它这个用灯光做的 LV Museum。这个 museum 一进来的瞬间，我真的有点被镇住。它比较不像是一个精品展，它用各式各样的 LV 的包包，排成了一个沉淀式的宇宙。其实逛一逛真的还蛮晕的。真的很晕哦。其实 LV 最早是做旅行箱起家的，它的历史不只是包包，更是时间的见证。早在那个 Titanic 那个年代，就已经出现过在上流的社会里，它甚至连行军床都做。今天来看啊，都让我觉得我好像不好意思背叛了我的 Delvaux。然后它这里的每一个锁扣，其实都要被机器测试上百次。我才发现为什么 LV 能够变成世界级的品牌，是因为它其实从来都不是在卖一个商品，它是在卖一个关于旅行的梦。现在透过机器这个 AI 的这个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演绎方式。其实就 testing 啊，就说我的这个铰链对吧，可以开合多少万次，然后它不会反啊。可以开到5000到36000次不等。我们现在走到了是它的运动区。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Louis Vuitton 也有做非常多的运动鞋、运动衣，甚至是拳击手套。然后他这边有他所有之前不管是他赞助法网啊，或是赞助澳网这些特殊款的网球包包，甚至还有所有放这些奖牌奖杯的专门放大满贯的盒子，说是不是也太酷了？然后我觉得这一区是很特别的，他把所有 Louis Vuitton 以前出过的香水全部放在一个这个灯光室里面，虽然看起来有点眼花缭乱，可是确实也蛮有记忆度的。还有一个这个全部是装调香香水的一个盒子，也非常非常的好看。整个逛出来的结尾当然就是 Louis Vuitton 所有的时装展。我觉得这个的路易斯啊，它不只是巴黎的延伸，它更是一个属于上海的奢华故事，让这个快节奏的城市与精品的文化交错出非常独特的气息。有些地方不只是被造访，而是会停留在记忆里。这里是品味之境，我在上海路1号。